一道长堤几公里海水，这边是秩序井然的繁华都会，那边是烟火升腾的南方门户，一桥之隔两个世界。已经到了马来西亚这个关口了，护照拿去刷一下，直接就过了。这里是马来西亚公路网的0公里起点，也是我们探索马来西亚的第一站——新山。然后相当于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新山了。新加坡一样啊，那个护照拿去刷一下，然后直接就过了。这一次的话，马来西亚也没有这个章了，越来越科技化了，直接就是人工自助走，而且整个速度很快，效率也很快。跨越的不仅是地理的边界，更踏进了一场关于传承、生计与身份认同的鲜活叙事，保存祖先历史，留给子孙未来。就是看这种华族博物馆的话，你就可以看到华人先辈们，然后在这一片土地怎么来，在上面怎么去努力的奉献，怎么去开垦，从一无所有到有一点点的成就，到现在的繁荣昌盛，然后在马来西亚，然后有一席之地。其实我觉得还是有一种传承和感动在里面的。寻找新山的根脉，答案藏在夜色与香火之中。柔佛古庙1869年的烛火至今未熄。它是南马华人的灯塔，是离乡者安放灵魂的殿堂。我一直以为柔佛古庙是很大的，因为来之前的话就一直听说过柔佛古庙，结果来了之后发现，哎，好像不是很大呀。那它为什么又能吸引这么多信众呢？我觉得可能还是在于华人的这种寺庙文化的一个意识在里面，已经形成了新山的一个华人寺庙文化的一个代表和精髓，是一种精神的象征了。而它最耀眼的时刻是每年一度的众神夜游，5大神明玄天上帝、红仙大帝、感天大帝、华光大帝、赵大元帅，在震天的锣鼓与唢呐声中巡游人间。谢谢。我给财神吃好，给你吃好，财神好。我给财神点赞，我点赞。硝烟弥漫，灯火如昼，但最灼热的不是燃烧的炭火，而是年轻血脉里沸腾的虔诚。体验好吗？今天？体验很好，第一次参加耶。你就是新山的吗？对呀。太棒了，真的太棒了。其实在中国，因为我是重庆的嘛，重庆就没有那么重的这种年味。我们马来西亚新年的文化还是觉得传承的很好。像我们过年的话，可能就是出去了嘛，就没有家人在一起。这里比较爱宠人。在故乡重庆，这样的信仰常与白发相伴。在这里，青春扛起了100年的香火。他们肩上的神教重若千钧，那是对根的回响，在异乡的土地上震耳欲聋。1年一度这场穿越时空的狂欢，让散落的华人魂魄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和乡音呼喊声中紧紧相拥。最感动的就是我在这个队伍当中可以看到有年长者，也可以看到很小的小朋友，他们在加入，就是老的一辈在坚持，新兴的一辈呢又在延续。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文化的传承，是精神的传承，是一种继承。我觉得特别好，真的特别好，让我特别感动。我觉得这个就是世世代代传承的一个意义吧。咱们在国内好多时候过年就是出去玩啊，可能经济的一个发展还是有一部分的东西在缺失吧。我们尽力找回来，我们一起努力。新山的魔幻在于它的一步千年。电线无线电，是念反了。幸福电视无线电又闹了一个笑话，真的是很冲突。一边是老式的老的不能再老的店铺，一边呢又是马来西亚的这个巧克力品牌 Berries， 这又是很新潮的新旧的统一啊。古庙的香灰尚未落定，转角的空气已被浓郁的茉莉与万寿菊浸透，好香啊！这个音乐真的是太给劲儿了，真的。这里是印度教徒的花街，几步之遥，梵音缭绕。
新山最大的印度庙敞开怀抱，在这买了花，旁边的话就是印度教寺庙，然后直接供神。说实话，我们从来没有进过印度庙里面。那今天呢，在广场上面看着它一直敲钟，一直开门，直到现在，我们特别想进去探秘一下，到底里边长什么样子。不怕，我看到老外了。脱落时的忐忑，瞬间被祭司温和的笑容和额间那抹神圣的提卡融化。进来之前的话，其实我有一点恐惧，我觉得很怕他们打我，怕我冒犯到人家的神。但是进来之后，这个音乐一听起就很放松。其他的一些就是民众嘛，他们来拜佛，我们拍的话，他们也不介意。我觉得其实蛮好的，真的还蛮好的，很开心。而真正的灵魂冲击是一场为钢铁座驾举行的洗礼，新车开光。祭司摇动铜铃，吟唱古老梵咒，手捧铜盘，让圣洁的熏香与烟雾缓缓缠绕，亲吻车身。铜盘中的万寿菊和吉祥粉，最终化作引擎盖上的神圣印记。原始的古典缭绕的烟雾，信徒的静默。此刻，现代工业的产物在古老仪式的应运中获得了神圣的祝福。语言不通，善意是唯一的通行证。送了我一朵黄菊花，那么好看的花，我一直拿着，可能也不是太方便。那我就把它送给人嘛，我就送给那个保安，因为保安的话，我觉得还是很和善嘛，我就送给他。那个保安看着我送的花，要不得，要不得，要不得。完了之后，他就把我带到那个狮子的那里，他的意思就是说，那个花是供神的，不能乱送人的。站在老城的褶皱里抬头，隔海相望的是新加坡冰冷的玻璃幕墙森林，而身后神明的旗帜仍在风中猎猎作响。发展的雄心与坚守的灵性，在这片狭长的海岸线上激烈的碰撞，又奇妙共生。要触摸新山的体温，得扎进它的烟火脏腑。在出租车上，司机一句：“去赚新币嘛，那边做2500，这边整万块了哎，这边做5000就是5000哎。”这刀破了一桥之隔最现实的注脚。而在柔佛在野的巴萨里，一位爽朗的华人大叔则热情地展示着他的国际货架。中国，一些全部。他麻利地称重装袋，言语间透着生意人的精明与自豪。小贩呐，5分1毛就赚。天南海北的闲聊是市井最暖的温度。好啊，好啊。我们马来西亚比你们中国更传统。而新山的灵魂密码藏在舌尖的每一次奇妙邂逅。清晨锦华茶室的咖啡香率先唤醒了嗅觉。买来的斜玉面包干其貌不扬，咬下去却是惊人的酥脆。好硬啊！好贵。本地人的智慧在于站进热咖啡里，瞬间酥脆的外壳吸饱了醇厚的液体。蘸了咖啡的话，前面就要稍微软一点，但吃起来的话又有面包的香，又有咖啡的醇，哇，香醇，我觉得蛮合适的。这个香蕉面包干刚好配这个咖啡。绝配。散发肉骨茶则带来午间的味劲，谢谢。它的汤底巧妙地平衡了药材的温和底蕴与胡椒的辛香，既不像新加坡版本那般胡椒的辛辣抢戏，比较清爽的感觉，也不是巴生流派药材味浓烈逼人，可能这也是它比较特别的一点吧。油条依然是点睛之笔，吸饱了温润的汤汁，是满口咸香的满足。有少许胡椒粉啦，不是那白胡椒味，因为我们主要是药材的肉。榕树下果条仔则是我们又温暖的选择。选吗？这个选一个吗？选要一个果条。什么东西？这个怎么点？这个你要喜欢点什么就点什么啊！一碗清澈却滋味十足的汤头。新山的果条仔呢是南马的特别的美食之一。那这个果条仔最主要的它的主角啊，就是这个汤头
先喝一口汤啊，很浓郁的那种药香的味道。这个果条也是超级的滑溜，吃起来的话很有嚼劲，很有那种米本身的那种质感，非常超级的软糯。猪血它比较紧实，咬起来像吃豆腐一样的口感。这个3层肉呢，很标准的3肥2瘦，瘦的跟肥的一起在嘴巴里面就爆掉了。一碗下肚，暖胃又踏实，是市井早餐的朴实力量。如果说新山有什么代表性的食物的话，我觉得就是榕树下果条仔了。印度街角 Pani Puri 小贩的手是魔法， How much one piece？ 1 piece no sell。戳动甜线，灌入神秘的绿汁，递上，一口闷下，脆球在口中惊雷般的炸开，冰凉的薄荷水混着酸甜的酱汁，汹涌地冲刷着味蕾。酸、甜、辣、凉、脆、绵，怎么有股咖喱味呢？Spicy，感官的过山车呀！脆果的那种脆脆的感觉，然后吃到后面的时候有一点点的微辣，然后再有的话，它还有一种咖喱的味道，然后还有一种像什么草一样的感觉。但是呢，整体来说这个不难吃。这个还是可以的，我觉得味道还是不错。但是我觉得这个里面如果加点什么土豆泥呀，加点什么这个泥那个泥。EY 等咖喱鸡是味觉的重拳出击。饼。走到印度餐厅，我就会很害怕，我不知道怎么去点餐，我只有是看到哪一个给他吃哪一个。点了一个羊肉，还有一个 chicken 咖喱，还有一个拉茶，配着松软的 roti， 确实是我想吃的那个饼，好有嚼劲啊，饼的原味儿啊，都特别好吃，不用蘸酱，淡淡的回甜味是属于面粉的那个回甜味。印度人做饼是一流的，让人在人声鼎沸中忘记算账小乌龙的插曲。我们的账单好像有一点问题，它一直在改变 change。这个小哥应该是找到我们之前的那个单子，然后他在帮我们查。不是钱的问题，是我跟大哥一定要把这个事情搞清楚。这是他给我算的价格。18.7块，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订单，24块5毛5。人家小美食博主搞吃播是越吃，人家越看越想吃。我们搞美食博主搞吃播是看了之后再也不想吃了。吃起来这个米饭的那种口感的话，有点像昨天的。雅观一点嘛。我妈吃鸡，怎么雅观？鸡的话还是比较有特色，还是很有嚼劲，就是时不时有点塞牙。这个看起来像不像拉肚子的时候？你就喜欢吃这种味道是不是嘛？啊，好香啊！人家叫助兴，你叫扫兴。旅行的小意外是调味剂，它让我们给22，然后但是我们的那个订单的话是15。Maximo 我们用过的，这个不会说是要多加钱的，它是15就是15。Maxine 师傅的那句得加钱是现实的棱角提醒，而转角遇到野生的震撼。苏丹皇宫山下一整面几10米的斑斓壁画跃然眼前，最文艺的停车场绝对是在新山，它不刻意地诉说着沉重的历史，而是鲜活地描绘着新山的多元图景。诱人的本地美食，马来、华裔、印度3大族群共处的日常。透过壁画看这个城市的一个历史、宗教、文化，色彩明快，充满生活气息。颜料在岁月里斑驳脱落，默默装点着城市的角落，讲述着当下融合的生动故事。这是计划外的馈赠。India Masjid， 印度清真寺啊！站在城市的开阔处，更能体会新山的门户角色。目光所及，心柔长堤如同一条永不休息的血管，连接着2个截然不同的世界。是这么大事儿在牛天下。那现在呢，我们是在马来西亚的 JB 新加坡，那是不 JB 新加坡，新山。而就在市中心邮政局附近的花园环岛上，矗立着亚洲大陆的起点和马来西亚公路网的0公里雕塑。到吉隆坡库拉兰堡是368公里，它像一个沉默的坐标，标记着征途的伊始，也象征着这座边境城市作为国家南大门的特殊定位。
景日新山震撼于游神夜，年轻肩膀扛起的神明与历史的重量。温暖于印度庙里祭司无声的善意，跨越了语言的樊篱。沉迷于市井烟火当中，咖喱的狂野与粿条仔的温柔在舌尖共舞。玩味于玻璃幕墙的冰冷倒影里，斑驳老墙与神秘壁画倔强地诉说着前世和今生。这里的发展带着追赶对岸的急切，但缝隙中华人的宗祠香火、印度庙的晨钟暮鼓、马来市集的椰浆饭香，顽强地扎根、生长和交融。但这座界桥上的城市正以自己的任性节奏，在繁华对岸的注视下，在两个世界的夹缝中，书写着关于生存、认同与生生不息烟火气的独特篇章。新山，一座界桥上倔强起舞的城市，它的魅力不在恢宏的景观，而在这一市井巷陌里，那呛人的烟火、滚烫的传承，以及不同神明注视下那份无声却坚韧的共生。我是 Sherry， 世界的下一站，我们再见。